游戏机联机加速不丢包，用奇游联机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训练师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知道玩游戏，我是聂俊。如果看了我们狮子王那个视频啊，应该能猜到这一期要聊的游戏是《精灵宝可梦 Let's Go》。这个系列的大名，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啊。不管是曾经的名字口袋妖怪、宠物小精灵，还是现在的官方译名精灵宝可梦，也不管你们玩过，但你一定都听过。而这个 IP 呢，也是常年霸占游戏整个历史的销量排行榜。但是这个系列呢，长期处于一个非常独立的位置啊，不登陆家用游戏机，也没有跟进游戏界进步的脚步，一直在掌机平台以相对低的技术力存在着。所以导致着稍微和现在的主流玩家有点脱节啊。终于现在在 NS 上，这个系列的最新作品以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革出现在玩家面前，而且它的目标人群将是新生代的玩家。不过如果要测评这个游戏呢，其实根本不用一个视频啊，几句话就能搞定。高清化的卡通风格画面，玩法上呢就是抓宝可梦，然后培养、升级、互动，挑战每个地图的馆主，配上比较简单的剧情啊，没了，测评完毕。不是开玩笑啊。是这个游戏的整体的框架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简单不代表着单调。事实上，这一整个系列虽然在玩法框架上相比其他类型的游戏总是那么简单，但是它的魅力还真就是能经久不衰。所以今天我们同样不是来死狗这个游戏的测评啊，而是聊一聊精灵宝可梦这个系列到底为什么能够用这么简单的框架去做到经久不衰。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哪台设备，任天堂的游戏机都不缺少好玩而又魅力四射的游戏。因为这群家伙的第一方实在是太强了，强到哪怕只玩老任自己的游戏也不亏本，强到玩家不得不给他一个三分机，这样一半挖苦一半称赞的别致绰号。所以理所当然的，任天堂肯定也会想方设法挖掘自家的 IP 的潜在价值，力求把他们带到每个平台上去榨干玩家的钱包啊！不，我是说满足玩家想要花钱的欲望。然而凡事都有例外啊，在这寸土寸金捕获一个玩家群体就扩大一份优势、多出一份收入的游戏市场里，老任旗下偏偏就有这么一个历代正统作品销量总能轻松突破1000万、全球发行量超过3亿的超级 IP， 就是任性的坚持独占掌机平台长达20余年，就是不登陆老任之家的家用主机，直到 NS 的出现才正式打破纪录。没错，他就是一人一狗闯天下的史诗级前辈精灵宝可梦。或许让我们回忆一下他最古老的名字——宠物小精灵。老实讲，这种记录吧，不刻意去说可能还没啥感觉啊，但一旦正儿八经提出来，还真会觉得哇，一晃这么多年，老任也是真的能忍啊。当然严格上来讲，精灵宝可梦 Let's Go 也只能算是 0.5 个正统，所以苛刻一点的话，在明年第8代宝可梦的续作出来之前，精灵宝可梦的正统作品依旧没有离开掌机平台而且对于那些就是要把 NS 当作掌机的人来说啊，这个传统恐怕也还没有被打破吧。无论如何，随着精灵宝可梦 Let's Go 皮卡丘伊布的推出，宝可梦的次世代篇章算是实实在在的进了一步。看了20几年的正统马赛克，现在也终于可以在 HD 画面下把玩皮卡丘的脸蛋了。看着弹性，看着动作，看着杀人的小眼神，买就完事了。还要什么飞机呢？还做什么视频呢？还撸什么大揪呢？然而，对于那些能在皮卡丘和伊布的美色面前把持住理性的人来说， Let's Go 这款作品可能就那么点小纠结了。尽管它可以算是基于初代精灵宝可梦黄的一个重置，并在忠实还原了原作绝大部分内容的同时，启用了新主角，加入些许新的剧情，引入了第6世代的 Mega 进化，加上了系列真正意义上的首次 HD 画面。Let's Go 本来是有足够的实力和关注度来让无数老玩家打开腰包的。可问题在于，这款游戏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撒泼情怀，它真正的目标人群从一开始就是过去2年间因手游 Pokémon Go 而入坑宝可梦系列的萌新用户。这些目标人群对宝可梦的游戏概念是完全基于 Pokémon Go 的没有任何正统作品的支持。为此 Let's Go 这款游戏
做出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大改动，比如说取消了野外宝可梦的战斗，取消努力值，取消宝可梦的特性，取消宝可梦道具。无论你听不听得懂这些名词背后的意义，反正对宝可梦系列的正统玩家而言，这其中任何一项改变放在正统作品里面都是可以让人吓出心肌梗塞的级别啊！更别说 Let's Go 同时做出了这么多改动，所以 Let's Go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撼。只不过这个震撼不是说游戏太棒了啊，而是这个系列在维持了20几年玩法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居然一下子就开始激进了，开始玩变革，而且这样激进的改动还不是为了核心用户，也难怪部分老玩家会对本作抱以不友好的态度啊！大家的内心活动与其说是不满，其实更多是嫉妒和不安。其实这些人比谁都明白这个系列需要新鲜血液，比谁都想要看到制作组探索新的方向。他们只是嫉妒变革的思想没有第一时间用在自己身上，他们只是害怕，如果轻量级的宝可梦也能大受欢迎，会不会慢慢的对正统作品产生了冲击和妥协呢？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啊，但目前来看，我觉得 Let's Go 的推出还是有很多积极意义的啊。比如这款游戏最大本质的任务，联动 Pokemon Go 的玩家，将新用户引导向传统游戏市场。Let's Go 有完成这个目标吗？我觉得完成的还可以，至少我是能感觉出制作组不是在耍嘴皮子啊。游戏的捕捉系统大体延续至 Pokemon Go 缩圈、扔果实，以及意外的还算有趣的体感操作。尤其是那些剁手买了精灵球外设的玩家，都会感受到取消野外战斗倒也不是不能接受，相反的，熟悉的游玩方式会让 Go 的用户倍感亲切，极大的增加他们的自信心，降低了上手门槛，让他们可以更加平稳地度过更多款平台这个巨大的挑战。而且游戏还刻意将妙蛙种子、小火龙、杰尼龟这些招牌却又相对稀有的宝可梦做成了在流程中可以获得的形式。我们甚至可以随时通过另一边的手柄召唤2P参战，大幅降低游戏的战斗难度和捕获难度。真田顺一宣传的时候说过这是一款可以让在厨房烧饭的母亲放心的让孩子在客厅玩耍的游戏。而在我看来，超级门的 HD 化皮卡丘和伊布让这款游戏也是一款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在厨房烧饭，母亲在客厅玩耍的游戏。而2P 可以随时加入进去的功能，甚至让这款游戏是一款可以放心的让饭菜烧糊，母亲和孩子都在客厅玩耍的游戏。根据 NPD 的一份调查显示，仅美国地区就有接近 15% 的 Pokemon Go 玩家愿意为了 Let's Go 而考虑购买 NS， 哪怕去除了这个数字中可能存在的水分哪怕最后真正购买的只有 5%， 这在 Pokemon Go 的变态级的将近3000万的用户基数面前，也有将近150万的销量最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背后的玩家是一个全新的群体，是一个平常基本不会接触传统游戏机的群体。他们能给任天堂带来的不仅仅是 Let's Go 的这么点销量，更是未来数年间整个传统游戏机行业的潜在消费力。他们因此购买了人生第一台专门玩游戏的设备 NS， 可能还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购买，然后他们接触到了荒野之息、奥德赛等作品，有可能慢慢接触到 PS 和 Xbox 等游戏设备。从这个角度来说， Let's Go 不但成功了，还是一次极好的尝试。因为自从手游火爆全球之后，几乎所有有点影响力的公司都会选择同时横跨手游和传统游戏两个领域，但这两个派系的玩家在本质上依旧是分割的因为他们的游戏本身就不是按照一个标准制作的。看看暴雪公布的暗黑不朽之后，手游玩家的期待和传统玩家的不屑就知道了绝大部分公司的战略都是同时满足这两种人，很少有人会真正花力气想办法打通孤岛之间的隔阂，将轻度玩家导向更加进阶的传统游戏市场。但 Let's Go 站了出来，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尽管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有明显的成效，但它确实是任天堂开始履行当年进军手游市场时许下的承诺的第一步。我们也可以由此反向看出，传统游戏机市场在老任心中依旧是无法撼动的第一位。所以我觉得今天宝可梦 Let's Go 不但不是妥协，更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攻。所以归根到底，如果回顾宝可梦的发展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个系列的成功一直是多元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从来都不是单单的掌机游戏这一项的功劳。我们甚至都知道，初代宝可梦刚发售时，其实销量并不火爆就连任天堂自己都没有给这个作品过多的期遇。真正让宝可梦进入大众视野的，其实是 CoroCoro 上连载的漫画《皮皮传》，成为无数人童年记忆的动画版《宠物小精灵》，以及那个给整个日本带来轩然大波的 3D 龙事件等等一系列引发社会现象的外在推力，才将这个系列一点点的推上了传奇的宝座，并在之后形成了掌机、动漫、卡牌、电台、游乐园、线下交换、
线上银行、衍生游戏，乃至于最近公布的皮卡丘真人大电影，这样一个庞大的宝可梦文化圈。对于任天堂来说，我们是因为这个文化圈里哪一点爱上宝可梦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了进来，重要的是我们扩大了这个圈子的影响力。所以当 Pokémon Go 毫无征兆迅速窜红之后，老任自然也不希望看到海量的新用户们只能游离于这个圈子的边缘，他们希望那些只能叫出皮卡丘名字的玩家们可以知道更多宝可梦背后的故事与魅力。所以 Let's Go 的诞生本身遵循的其实依旧是这个系列一直以来的商业逻辑。而另一方面，老玩家能够获得体验也并没有那么不堪啊。战斗确实会偏向于硬刚，宝可梦也只有当年的151种，唯一新加的美露坦还需要和 Pokémon Go 联动才能得到，和国内玩家成了正版软件的受害者。但总体上来说，怀旧一下解解渴还是可以的啊。用精灵球体感抓宝可梦的操作，对于至今都玩不到 Pokémon Go 的国内玩家来说，也意外的会更加新鲜有趣，反而成为了加分项。而且游戏本身也并不缺少战斗，无论是路边的捕虫少年，总是利用各种脑残的理由和我们战斗的隔壁小王，颜值很高略带点性感的小姐姐，游戏厅后面的火箭队基地，还是道馆里蓄势待发的大佬们。一周目通关下来，我觉得作为一个游戏 Let's Go 并没有因为少了野外战斗而显得元气不足啊。相反的，对于老玩家来说， Let's Go 同样有着极高的战略价值，因为它为这个系列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并且限制更小的全新视角。比如说野生宝可梦可以从暗雷变成了明雷，并不是游戏想要与时俱进啊，而是制作组觉得既然已经去掉了战斗主打捕捉，就要让玩家能够看得到宝可梦，知道自己要抓到的是什么才更好。同样的，很多正统作品里想都不敢想的改变，在 Let's Go 这样体量的作品中都有着尝试的空间。虽然这些改变不一定每一个都会给正统游戏带来实际上的影响，但这种换位思考的尝试能让制作组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或许有一天，继承自 Pokémon Go 在 Let's Go 中得到应用的捕捉系统，最后又会在保留野外战斗的前提下，成为正统宝可梦作品的系统之一呢？所以不可否认，精灵宝可梦 Let's Go 是目前为止最轻量的宝可梦作品。它没有深奥的战斗系统让我们推敲，也远没有正统作品那样丰富的养成要素。但有趣的是，只有这样一款堪比云吸猫的作品，偏偏又是目前为止最为大胆的宝可梦游戏。20多年的系列沉淀，让它不再像长辈的训斥那样无法违抗。凭借着硬件的突飞猛进 ，NS 打破了宝可梦身上名为掌机的束缚。曾经参与所有宝可梦正统作品开发的真田顺一，也在完成 Let's Go 之后，感叹自己可能不会再长驻一线了，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发现宝可梦游戏的其他可能性。新的时代已经来到，宝可梦的步伐不会停止，未来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可以玩到像《荒野大镖客2》这样走在技术最前端的游戏，可以在《超级马里奥奥德赛》里感受设计给人的愉悦，可以化身战神 Kratos 喊着 Boy 寻找救赎，可以对着六边形组成的世界地图指点江山，体验人类上下文明。但在精灵宝可梦的世界里，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是小智同学不老童颜超人臂力的秘密吗？是水箭龟扛着2管大炮却坚持用嘴施法的倔强吗？还是派拉斯怎么就堕落成了月刊少女的原因呢？很显然，事情没那么简单。精灵宝可梦在作品多如繁星的游戏世界里，绝对算得上是一流的超级 IP。但在超级 IP 的范畴里，它的存在又显得如此的朴素。不光画面水平常年落后啊，捕捉、养成、战斗的核心玩法，也不禁让许多没有深入接触过这个系列的玩家感叹：真的有这么好玩吗？事实上，同样的发言还适用于老任的很多其他游戏啊。类似的争论我们也早已见怪不怪。但宝可梦无论题材、画风还是游戏形式，都确实会让他觉得更像是一个子宫向的游戏。毕竟就算是马里奥，也能联想到平台跳跃的高难度操作。可没有玩过宝可梦的人，却很难通过这些简单的画面提取出它背后的魅力。甚至于我们这些最新训练师之道的玩家，很多时候也说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深陷其中。那么问题来了，精灵宝可梦真的是一个子宫向的游戏吗？这句话既是对的，也是不对的。青少年确实是宝可梦赖以生存的人群之一，其动画、漫画、剧场、电影等二次元分支，也是保证宝可梦系列在长年累月的玩家群体更替中，始终可以有新鲜血液补充进来的因素之一。
事实上，当年救了这个系列一命的漫画《皮皮传》之所以可以连载，也是因为当时的杂志编辑觉得宝可梦的框架有很多非常适合青少年群体的设定，才大手一拍决定了下来。结果还真就大受欢迎，顺道把游戏的销量也给炒了起来。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承认宝可梦系列里那些偏向于子宫向的部分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更何况退一万步来说，子宫向和幼稚之间也从来都不存在等于号。在我们质问精灵宝可梦是不是子宫向游戏之前，或许我们更应该自我反思一下子宫向这3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制作商 Game Freak 在精灵宝可梦身上做出了最成功的一个决定，就是把宝可梦做成了动物而非怪物。这个看似微妙的差距却对这个系列影响深远，因为对于玩家而言，驯服怪物和驯服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当我们驯服动物时，我们会更愿意把对方当成宠物，由此衍生出来的情感是关爱、呵护和最关键的责任心。玩家会有意无意的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照顾宝可梦，所以他受伤了我们会心疼，他胜利了我们会开心，他进化了我们会兴奋的手无足蹈。而且玩家和宠物之间明明语言不通，却又想要互相理解的这种冲动，那种傻傻的幻想，互相逗乐的嬉闹，其实也正是现实生活中所有养过宠物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啊。而另一方面，怪物和玩家之间的关系则更多会偏向于主人和从属之间的阶级关系，地位上就很难平等了，也无从谈起了责任心。反映到游戏里的话，玩家会更愿意把这些伙伴当成过关的工具，比如很多 RPG 里都有的神兽、幻兽等等，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比面对皮神要淡了很多啊。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怪物到动物的转变，在宝可梦诞生的90年代绝非易事，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本 ACG 文化，无论是游戏还是动漫，对于怪物的定义都是偏向于凶恶成人的。不信你可以看看那个年代日式 RPG 的怪物设计，哪怕勇者斗恶龙这样鲜明的 Q 版造型，实际上骨子里也是透了这一股成人气息啊！我说的这个成人气息并不是那种不要想歪了啊！这一点就算是宝可梦的缔造者 Game Freak 也是一样的。他们公司内部当年最喜欢的宝可梦并不是什么皮卡丘而是椰蛋树。原因也出奇的简单，因为相比其他可爱的宝可梦，长相奇怪的椰蛋树最符合怪物的形象。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年宝可梦的品牌路线还没完全确立的情况，能够走上今天这种风格，实际上也是非常幸运的。再结合之后漫画动画的意外热卖，会发现宝可梦系列其实真的很受上天的眷顾而我们的大皮神才是最有主角相的就这样不接受反驳。所以反过来，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有很多类似于宝可梦的游戏，比如 DQ 的怪物篇系列和近年热度迅速飙升的妖怪手表，但他们却始终无法将精灵宝可梦推下王座。不是说这些游戏不好玩，相反的，正是因为这些游戏有时候太注重好玩了，太注重如何堆砌那些让人感觉亢奋的元素，或者拘泥于自己身为某个 IP 的衍生作品，而无论如何也不敢摆脱的那种束缚，反而导致玩家和伙伴的情感无法成为游戏的主旋律，使得这些作品里面的宝贝们要么太怪物战斗属性太强，要么太拟人，或者完全就是妖怪这种不属于宠物的范畴，这让玩家无法像对待宝可梦那样把自己的真实情感投射在这些虚拟生物身上。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无法替代的情感投入，捕捉、养成、战斗等等一系列游戏中的繁琐过程，才会变得充满意义、回味无穷，才会让人心甘情愿地一次次投身到这片虚拟的大陆，才会有这么多玩家不是为了继承资料去使用宝可梦虚拟银行这样的云端储存服务，而是真正的想要让自己的宝可梦留下来，作为自己的伙伴，作为自己的青春的一部分，饱含情感的将它们上传到虚拟银行里。现实生活中，任天堂和 Game Freak 在宝可梦的品牌运营上，无论影视作品还是周边活动，也确确实实不断在强调玩家与宝可梦之间的虚拟羁绊。当年 3DS 上的红蓝宝石重制版发售时，任天堂就曾制作过一个讲述宝可梦救援队的真人广告，全片没有搞笑，没有恶搞，只是以伪纪录片的方式朴素真实的缓缓道来。宝可梦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最初选择的那个宝可梦和谁一起嬉戏玩耍，又投入了多少热情，我们所拯救的其实是珍贵的回忆，一个让所有人都可以永久享受宝可梦乐趣的美梦。这就是我们宝可梦救援队的使命。这种一本正经的言辞，在旁人看来或许是小题大做甚至有点中二或许是那些长不大的孩子才会有的幻想。
但做个长不大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作为一个能从这些对白里感受到温度的玩家又有什么不好呢？宝可梦救援队或许并不存在，但宝可梦救援却真实存在。能够拯救宝可梦的人一直都是你自己。能讲出这样的台词，能如此直率的将自己对游戏的热忱实实在在的传递给玩家的公司又有几个呢？正是因为有任天堂这种小题大做的精神，正是因为它平等对待所有人的幸福，才让每一个玩家都可以毫无保留投身到他们与宝可梦之间那种最纯粹的快乐之中。养一个宠物，取得一枚徽章，得到一个稀有宝可梦，是的，快乐就是可以这么简单，玩游戏也可以这么直白明了。觉得宝可梦可爱就去抓，想要收藏全图鉴就行动起来，觉得战斗有趣就好好研究数值，遇到了闪光宝可梦就诚实的放声尖叫。甚至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在面对皮神那让人空血的卖门时，也可以放下自己的阳刚，承认吧，皮神真的太萌了。如果说任天堂有什么其他公司不曾有的优势，那就是它不分年龄、不分地位，甚至不分那么多种性别，快乐至上的企业文化，在强大的全球影响力下所催生出来的自由空间。似乎只要有任天堂这个名字做担保，玩家就可以卸下所有包袱，回到孩童时代，去做那个拯救公主的水管工，去做那个热爱公主的大魔王，去做那个忘了公主的绿帽子，以及去 Pokémon 的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群伙伴。或许宝可梦的本质就是一个成人童话吧，只是这个童话的目的不是反讽社会、揭露黑暗，而是想用最简单的内核，让生活在喧闹都市、被生活、被学习、被各种烦恼压得喘不过气的大人们，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家可以回去。所以，如果你觉得宝可梦不再那么有趣没关系；觉得游戏和我们的交集越来越少也没关系。但只要有一天、有一秒、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又想起了那个黄黄的大肉球，我们就想要回来了。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能有像精灵宝可梦这样纯粹的游戏，能有任天堂这样让我们随时随地光明正大作为孩子的公司，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最后还是要说，皮神万岁！好了，这一期没有尾巴因为整个视频基本都是尾巴想说的我们直接进入购买建议。首先，这个游戏就像整个视频说的玩法和框架非常简单，所以如果想要在这个游戏里体验出什么磅礴大气荡气回肠或者什么挑战高难度收获释放的快感这些基本是想太多了。所以只喜欢这类体验的玩家并不建议购买。而另一方面，精灵宝可梦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这些，而有的是回归到童心的那种放纵。不用在乎自己的年龄，不用在乎自己的身份，只要发现自己会觉得这些宝可梦可爱想收集、想互动、想撸皮卡丘和伊布，那种纯粹的童心，就已经是享受这个游戏最好的姿势了。所以它特别适合不想花太多精力在玩游戏的上班族，想轻轻松松找回童年的快乐。精灵宝可梦 Let's Go 将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如果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系列如果你有 NS， 那这次也是最好的接触这个系列的机会。最后，我们好久没有在结束前给奇欧联机宝做广告了，而这次应奇欧爸爸的要求，也应你们喜欢看广告的要求我们就来个大型的广告。本节目由奇欧联机宝赞助播出。是鸡宝娘。吉宝娘的忠实支持者们，主机界的硬核大佬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游戏入坑实验室。人生中没几件大事收到 PS4 那天绝对可以作为一个纪念日。听说收到 PS4 作为礼物的男生不是哭了就是疯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吧。 Open it up, let's see what it is. What is this? What is that, Kaylin? Huh? What's in the PS4 是索尼推出的一款家用游戏机，又被玩家宠溺地称为四公主不是这个。为什么叫四公主呢？首先你得迎娶她，你从电玩店把它买回家，送礼金。如果买的是同捆版，里面还送游戏嫁妆。抱回家第一件事干啥？敬茶。仪式做完之后洞房，属于你和 PS4 两个人的时光 romantic。你脱去他的外衣，揭开他神秘的面纱，开机，然后你和你的游戏机将会迎来初夜。我靠，这玩意太傻了吧！没事，甲方爸爸就爱看这个。
等一下记得加个大大的骑游联机宝。好样的！人生中的第一次，你们玩的是哪个游戏？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玩家的心声。第一个 PS 游戏肯定是雪原啦，超好玩的，我操，小姐姐又长得漂亮，只不过这个雪就是有点假，动不动就一头红的，我靠，全国人民都知道雪是绿色的嘛，果然国外团队在这方面还是有点放不开啊。受虐型抖 S 鉴定完毕。血缘诅咒是一款暗黑风格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玩家游走在布满灰尘的小巷角落，走过沉暗的古堡边缘，周围时而寂静如斯，时而野兽齐鸣，装备上变幻莫测的武器，对抗鬼哭狼嚎的怪物，不断前进，不断死亡，不断沉入深渊。这里让你疯狂，让你兴奋，最重要的是，你会了解到，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位名为宫崎英高的最终 BOSS， 未来还会不断地感受到来自他深深的恶意，从此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抖 S 患者。来，下一位同学。第一次玩的 PS4 游戏是《美国末日》。这款游戏呢，我只能说我吹爆。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在家里电视上玩的，第一次就感受到真正的震撼了，就好像在看美剧一样。顽皮狗鉴定完毕。美国末日是一款动作冒险生存类游戏。当世界沦陷，人类互相残杀，社会开始倒退，你会选择如何生存下去？同样是顽皮狗的作品，有些玩家喜欢神秘海域，在风光无限好的世界里攀爬跳跃，寻找神秘的宝藏；而有些玩家则更喜欢美墨带来的电影式游戏体验。游戏中对人性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在末日下，武器无法真正拯救一个人，唯有爱才是活下去的希望。游戏的剧情和打斗节奏相得益彰，大叔与萝莉之间的羁绊更是感动无数玩家。本作可以算是 PS4 扬名的大作。好，下一位同学。我的第一款 PS4 游戏呢，可是 GTA 5了。哎，我可以唱着说吗？不可以。喂，还有老麦跟老婆跟他网球教练的婚外情，实在太令人感动了。洛城无业游民鉴定完毕。GTA 5可以算是 PS4 大热的作品啊。该作品早期登陆 PS3 平台，2014年移植 PS4。大多数玩家表示，当初购买 PS4 就是为了玩 GTA 5。在游戏里，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完成你的野心。游戏充满荒诞又十分搞笑，犀利的讽刺自由而开放的世界。Online 模式让玩家开启了新世界，也让阿星赚足了甜头。在今年的《荒野大镖客2》中， Rockstar 再次将开放世界的细枝末节发挥到了极致，将我们带到了最接近真实的西部世界。《荒野大镖客2》有多好玩，就不用多说了。线上模式现已开启，你的西部人生才刚刚开始。策马奔腾西部老，畅玩游戏选阿宝，骑游联机宝。你好，你好，可以打扰一下问几个问题吗？哎，没事，就几分钟而已，就几分钟。骑游联机宝今年最后一次打折，全年度最低价格，赶紧点击评论下方的活动链接购买吧。